日本越便宜，日本人越吃緊。千萬別把日本的便宜誤判成日本的變強。你以為自己去日本撿了便宜，其實是日元替你砍了一刀。可這把刀最後砍到的不是日本商家，而是日本普通家庭的賬单。很多人去日本旅遊回來第一句話就是日本怎麼越來越划算了，酒店、餐飲、藥妝、奢侈品換算成人民幣都更有吸引力。但這不是日本良心發現，也不是經濟復甦，最核心的原因是日元貶值了。對遊客來說，弱日元是一張折扣券，对日本家庭來說卻是一張越來越厚的賬单。上一集我們講到同一個日本有4個世界，今天這一集我們就拆第一個世界，遊客眼裡的日本為什麼突然變便宜了。先算一筆賬，2019年1000元人民幣大概能換 1.5 萬到 1.6 萬日元，現在能換2萬以上，最高接近 2.3 萬。你手裡的錢沒變，但到了日本购買力憑空多了一大截。這種匯率折扣直接推高了日本旅遊。截至2025年，日本入境遊客達到4270萬人，旅遊消費達到 9.5 萬億日元，兩項數據雙雙創下歷史新高。這組數據看起來很熱鬧，但它只能說明一件事兒：弱日元確實把遊客吸引來了，卻不能證明日本經濟真正變強了。因為遊客感受到的便宜本質上不是商品降價，而是匯率变化。匯率不是冷冰冰的數字，它本質上是在問全世界的錢還願不願意相信持有購買這張貨幣。回報高，信心強，貨幣就容易升值；回報低，壓力大，貨幣就容易被賣掉。所以日元下跌背後真正反映的是錢在重新選擇方向。那日元為什麼會弱？不是一個原因，是3把刀同時壓在日本身上。第一把刀，美日利差，錢會挑地方，哪裡利息高就往哪裡跑。日本這幾年好不容易告別負利率，政策利率才升到 0.75%， 可美國哪怕已經從高位回落，聯邦基金利率上限仍在 3.75%， 日本是使勁往上加才到 0.75%， 美國是往下降，上限還有 3.75%， 中間差了整整3個百分點。別小看這3個百分點，對普通人來說一年可能只是幾百美元，但對上億幾十億級別的國際資金來說，這就是一筆無法忽視的收益差。資本沒有感情，只看回報，所以很多資金不願意長期持有日元，他們寧願賣掉日元換成美元去追求更高收益。這也是日元最尷尬的地方，利率太低，所以它經常不是被人拿來儲值，而是被人拿來借，低成本借日元再換成美元去買收益更高的資產，這就是所謂的日元套利交易。這類交易越多，市場上賣日元買美元的力量就越強，日元自然承压。第二把刀，进口賬單反過來壓住日元。日本資源匱乏，90%的能源，60%的糧食依賴進口，這些東西短期內想少買都不行。於是一個很难受的循環就出現了，日元越弱，进口越貴，進口越貴就越需要拿更多日元換美元，賣日元買美元的压力越大，日元就越容易繼續貶值。日元繼續貶值，進口又會更貴，進口依賴不是日元貶值的起點，但它會把貶值變成更沉重的賬單，也會讓日元反彈變得更難。這些成本會進入電費、燃氣費、汽油、食品，最後落到普通家庭每個月的賬單裡。遊客只待幾天，看到的是折扣。日本人天天生活在這裡，面對的是賬單。遊客在銀座掃貨，日本人在超市比價。遊客說日本真便宜，日本家庭說生活真貴。第3把刀，高債務鎖死了加息空間。很多人會問，既然日元弱，日本央行直接大幅加息不就行了嗎？問題就在這裡，日本不是不知道加息能撐匯率，而是加息這副藥副作用太大。日本政府債務率長期超過 GDP 2倍，最高接近 260%， 這是主要發達經濟體裡債務壓力最重的國家，沒有之一。這意味着日本不是背着普通債務包袱，而是背着一個利率稍微上來，財政就會明顯疼的超級重包袱。利率一旦大幅上升，首先政府債務利息會暴漲，財政空間會被擠壓。其次，企業融資會變貴，尤其是大量薄利的中小企業。最後，家庭房貸、消費貸款壓力也會陡增。所以日本央行卡在一個死局裡，不加息，日元弱，进口成本高，普通家庭被物價壓着走；猛加息，政府、企業、家庭一起疼，經濟可能被壓得喘不過氣。它不是不能加息，是不敢猛加息。所以弱日元不是一個單獨的匯率問題，它是日本經濟結構被擠出來的結果。低利率撐着經濟，高債務鎖住政策空間，進口依賴放大物價壓力，最後很多成本都會落到普通人身上。那弱日元到底讓誰受益？第一，外國游客，他們拿強勢貨幣換弱日元，同樣的錢能買更多東西，等於拿到一張匯率折扣券。第二，旅遊、酒店、零售、餐飲行業，游客來了，客流起来了，消費也跟着起來，這些行業會先吃到紅利。第三，海外收入佔比高、定價能力強的大企業，他們在海外賺美元、歐元，
換回日元以後，賬面數字會更漂亮。但問題是，弱日元不是給所有日本企業發紅包，日本還有大量本土中小企業，他們做的是國內生意，賺的是日元，可他們要付的是越来越貴的能源、原材料、人工和融資成本。这些本土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絕大多數，也承擔了大部分就業，但很多根本吃不到匯率紅利，反而會被成本上漲擠壓利潤。所以你不能簡單說日元貶值，日本企業就賺翻了。真正受益的是少數有海外收入、有定價權、有全球供應鏈調節能力的大公司。大量本土企業面對的不是紅利，是成本。這也是為什麼弱日元很難變成普通人的工資上漲，因為不是所有企業都賺錢。就算一部分大企業賬面好看，也不代表整個社會的工資都能被帶起來。所以你看，没有什麼免費的折扣。日本不是突然變強了，它是被弱日元打折了。這場打折讓遊客拿到便宜，讓旅遊業熱鬧起來，讓部分大企業賬面更漂亮，也讓資本看到機會。但代價是普通家庭收到更厚的生活賬單，大量本土中小企業承受更高的成本。日本經濟第一層魔幻就在這裡，外面的人越覺得划算，裡面的人越覺得吃緊。而弱日元的影響還不止於物價，它一邊讓日元成為低成本融資貨幣，另一邊也讓日本股票和企業資產在全球資本眼裡顯得更便宜。這就出現了下一幕更魔幻的畫面，貨幣在承壓，股市卻在狂歡，日經指數衝上歷史高位。可普通日本人為什麼沒變富？下一集我們就拆第二個事件，股市眼裡的日本到底是誰的繁榮？想完整看懂這場一半狂歡一半煎熬的日本經濟，記得點進合集按順序看。